我爸的白月光回国后，他果断选择和我妈离婚，并撂下狠话：要不是当初你妈把慧兰留给我的信藏了起来，我怎么会和她错过多年？还有你这个孽种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看见你就会让我想起你妈那张令人作呕的脸。可惜我爸不知道的是，我妈是首富遗落在外的真千金，至于所谓的白月光嘛，不过是把它当成一张长期饭票罢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秦慧兰是我爸的白月光，而他最近回国了，一同回国的还有他那绿茶飘香的女儿秦念念。按我爸的说法，就是他和秦慧兰，一个富家少爷，一个千金小姐，无论在哪方面而言，他们都算得上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要不是因为当初爷爷不喜欢他，硬生生拆散了他俩，并且还以死相逼让他娶了我妈，现在怎么说也轮不到我来出生，更不会因为娶了我妈这个扫把星而导致家里破产，硬生生把他从一个富家少爷变成现在这样到处打工的牛马。他说他的前半生都是因为我们才变得不幸，可现在他的好运来了，他不仅中了100万元大奖的彩票，并且他那心心念念的白月光紧跟着也回了国，甚至还因此找回来错失18年的女儿。当年慧兰明明已经写了信给我，邀请我和她一起共赴国外，要是不是因为你心生嫉妒，把慧兰留给我的信藏了起来，我又怎会和她错过这么多年？又怎么会让念念这么多年都缺失父爱？你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！我要跟你离婚，还有你这个孽种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看见你就会让我想起你妈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你们俩一样让人恶心。说完，于清行一把推向妈妈，动作迅猛而决绝。妈妈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推得脚一歪，身体失去平衡，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，狠狠地撞向了客厅中间摆放花瓶的地方。随着妈妈摔倒在地的闷响，花瓶也应声倒地，瞬间碎成了无数碎片。飞溅的碎片如同锋利的刀片，无情地割破了妈妈裸露在外的腿，鲜血迅速渗出，瞬间染红了她的小腿。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，我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，仿佛置身于一场噩梦中，直到看到妈妈痛苦的表情和不断涌出的鲜血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大喊一声：“妈！”我赶紧跑过去扶起妈妈，她的脸色苍白，紧咬着牙关，努力不让自己发出痛苦的呻吟。我心中一阵慌乱，背起她就想往最近的医院跑去。于清行似乎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结果，整个人突然愣在了那里。有一瞬间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愕和懊悔，但此刻的我已经无暇顾及他的感受，只想赶紧将妈妈送去医院。就在这时，楼梯上传来了秦慧兰的声音：“于哥。”她娇滴滴地喊了一声。于清行被她这么一喊，立马反应了过来，他迅速拦在了我的面前，抓住了我的手臂：“不准走！”他的语气很是坚定：“今天要是不给我签离婚协议，谁都别想走！”我愤怒地瞪着他，用力地甩开了他的手。“你疯了吗？妈妈受伤了，我要送她去医院！”我大声喊道。但于清行似乎并没有听到我的话，他的眼神里只有固执和坚决。他再次抓住了我的手臂，紧紧的不放。反正今天没签离婚协议，谁都别想走，全给我待在这个家里！我气急败坏，妈妈腿上的鲜血已经染红了我的手掌，每一秒都显得至关重要。我尽可能用一只手兜住背后的妈妈，
另一只手用尽全身力气将于清行的手挣脱开来，并且大声怒斥道：“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我要报警了！”于清行被我的怒吼镇住，但他依然没有松开紧抓我手臂的手，反而他愤怒地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，而他大声呵斥道：“你个逆女！”他的力度极大，我整个人被打得偏过头去，差点带着妈妈一起摔倒在地。妈妈本来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虚弱地躺在我的背上，于清行那一巴掌打得我偏过头去，妈妈也受到了不小的震动。她抬起头，看着他愤怒地喊了一声：“于清行！”我赶紧稳住身体，生怕再让妈妈受到任何伤害。妈妈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：“小薇，把我放下来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将妈妈放到沙发上，她拖着受伤的腿，颤颤巍巍地走到了桌边。她的脸色苍白，但眼神却异常坚定。她拿起桌上的笔，看也不看的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名。签完名后，她将离婚协议丢给了于清行，冷冷地说：“给你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民政局离婚。还有。”他的声音里透着一丝决绝和冷意。紧接着，他扬起手，狠狠地扇了于清行2巴掌，清脆的耳光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，让人不禁为之一震。这2巴掌是你刚刚打的，还给你。我妈冷冷地说：“我当年就是瞎了眼，才会看上你这种人。还有什么藏信的事，我压根就不屑于做。而且也只有你这种傻子才会相信秦慧兰的鬼话。祝你们结婚后百年好合，早死早超生。”于清行被我妈突如其来的反击打得愣住了，一时呆在了那里。他估计做梦也没想到，一向对他温柔言听计从的妻子，竟然也会有如此硬气的一面。而秦念念看到于清行手上的纸后，兴冲冲就从楼梯上跑了下来，一把就钻进了他的怀里。他抱着他的腰，一脸崇拜地看着他，甜甜说道：“太好了，爸爸，您终于要离婚了。等您和妈妈结婚后，我就能有个完整的家了。”被秦念念这么一抱，于清行的心立刻软了下来。他低头看着这个满眼都是他的女儿，心中的愧疚感如同潮水般涌来。他轻轻地拍了拍秦念念的背，声音里充满了柔情：“念念，爸爸对不起你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以后爸爸会加倍补偿你，给你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”说完，他转头看向一旁的秦慧兰，眼中闪烁着坚定和决然。他拉过秦慧兰，将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，仿佛要将她融入自己的骨血之中。“慧兰，你也放心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想念你，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的感情。现在，我终于有机会和你在一起了，我会好好对你，对念念，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家。”秦慧兰依偎在于清行的怀里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她抬头看着他，眼中闪烁着爱意和期待。“于哥，我也一直在等你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。”他们一家3口和乐融融，仿佛已经忘记了旁边还有我和妈妈这2个人的存在，心中顿时恶心泛起。我妈闭上了眼，一副很不舒服的样子。“走吧，小薇，再不走我就要恶心吐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快速将妈妈背了起来，走了出去，彻底离开了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。他们离婚后，我们一起搬到了妈妈最开始居住的地方，一栋位于福利院附近的小房子里。妈妈曾经告诉过我，从她有记忆起，她就是个孤儿。她的童年就是在这所福利院里生活长大的，所以长大后对于福利院也有着很深厚的感情。对于福利院里的事项
也是尽可能的能帮就帮。我们在那附近摆摊卖起了煎饼果子，但摆摊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尤其还是有人捣乱的情况。这已经是这周不知道第几次了。我放学回来后，发现摊位又被弄得一团糟，而妈妈坐在摊位旁边的座位上，无奈地叹着气。突然，我的眼角余光瞥见拐角处出现了个熟悉的身影，秦慧兰。她正抱着胸，一脸得意地朝我笑了笑，然后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，迅速地离开了。我顿时握紧了拳头，不用想也知道了，除了秦慧兰和她那女儿，还有谁会这么闲，这么针对我们？我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冲动，想要立马冲回余家复仇。但我正要起身时，却被妈妈拉住了。她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无奈和担忧。小薇，算了。我无奈地低下头，喊了一声妈。妈妈什么都知道，但是她也没有办法。妈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叹了口气，我们没有证据，这样平白无故去了，我们是会吃亏的。可是就这么被欺负，真的能甘心吗？我闭上眼，整个人看起来都有些消沉。而妈妈站起来，对我微微一笑，摸了摸我的脸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你先带着这些东西回去吧，我要暂时出去一趟。妈妈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提了个奶油蛋糕，但洁白的衣裳全是泥水的留下的污迹，露出的手背上也是擦伤的痕迹。我紧张地奔了上去，连书包也没顾得着放下，一把就捧起了她的手，着急问道：妈妈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她轻轻拍了拍我的手，没什么事，就是刚刚扶了一个老人起来，一时没拽住，反倒被他带着摔了一下，擦破了点皮。说着，他提起了手中的蛋糕，朝我一亮，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。噔噔，看，这是妈妈特意给你做的蛋糕，估计你都要忘记了吧？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，咋样，漂亮吧？这是个很普通的水果蛋糕，上面没有太多的花纹，只是简单的放了一圈的水果，然后用奶油挤上了几朵小小的花。跟我以往吃的那些精致而华丽的蛋糕相比，它确实显得有些过于朴素了些。妈妈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她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轻声解释道：我知道这个蛋糕比不上之前买的那些，但最近院长病了，急需一笔手术费，所以用钱方面确实会有点小困难。等过段时间我再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便一把冲上去抱住了他。我紧紧地搂住了妈妈的腰，仿佛要将她融入我的身体里，不愿让她再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妈妈，我很喜欢这个蛋糕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我在她怀里发出了含糊的声音，不想让她听见我哽咽的声音。妈妈那些未曾出口的言辞，此刻都化作了一个深深的拥抱，紧紧地环绕着我。突然间，我察觉到肩膀上传来的湿润，妈妈哭了，她紧紧地抱着我，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是我没能给你一个安稳幸福的生活。我的妈妈向来是世上最坚韧的女人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无论遭遇多大的风浪，她都能挺起胸膛，从不轻言退缩，更不曾轻易落泪。但此刻，她却因为我的生活并不如她所愿的那般优渥，而感到深深的愧疚。我轻轻地抚摸着妈妈的发丝，想要安慰她，却发现自己也早已泪流满面。那个夜晚，我们相拥而泣，那多年前剪断的脐带，此刻以另一种方式将我们系在一起。擦干眼泪后，我们拿出了蛋糕，并插上了蜡烛。妈妈微微一笑，摸了摸我的头：快许3个愿望吧，记住，不要说出来哦，说出来愿望就不灵了。我点点头，合上掌心，
心里想：妈妈心福安康，妈妈心福安康，妈妈心福安康。都说心诚则灵，也许是昨晚许愿时，我的心太诚了。第二天，好运就上门了。等我回到打开家中的房门后，入眼的是坐在饭桌上的好几个陌生人。我顿时愣了一下，随后走了出去，抬头看了看门牌，确实是没走错呀。我蹙起眉头，有些不解地问：“请问你们是？”正中间那位穿着华丽服饰的银发妇人一见我，便立刻起身迎了上来。她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声音带着几分激动与颤抖：“你就是小薇吧？长得真像兰兰啊！”我点了点头。请问您是？妇人轻轻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呀，是你的外婆，你妈妈的亲生母亲。我们呢，是来接你们回家的。”这一切似乎都太快，太过离奇，让我一时难以消化。之后，我的脑子便一直处于待机状态，仿佛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震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在外婆和其他家人的牵引下，我如同梦游般的被送上了车，然后被带回了庄家。直到整个人陷进那张柔软而豪华的大床，我才真正放松下来，开始审视这个陌生的环境。我环顾着四周，金碧辉煌的装饰，精致的家具，奢华的摆设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又真实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此时，我脑子里那一直紧绷的弦才真正放了下来。我这时才真正确定，原来我的妈妈真的是聊城首富庄月清遗落在外的千金，而我则是她的外孙女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个首富外公竟然还是我生日那天妈妈扶起的那人。那天，外公正好思女心切，悲从心来，于是想去妈妈小时候丢失的地方附近逛上一逛，也算是抚慰了心中的思女之情。没想到还没进门呢，人就因为外面尚未干透的雨季给滑倒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恰好这时妈妈路过，扶起了他。也许是心灵感应，又或许是老爷子的错觉，他总觉得妈妈给他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回去后，他发现衣服的扣子上正好缠上了几根长长的发丝，心中的感觉告诉他，也许这个就是他遗落在外的女儿。于是他一边派人去调查妈妈的背景，一边做起了最快的亲子鉴定。等待结果的过程是煎熬的，但结果是美好的。妈妈就是他被拐走的女儿庄如兰。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一系列的事情发生。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，但同时也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。这边我正想着我跌宕起伏的人生，门口处却传来了一阵清冽男声：“妹妹，我可以进来了吗？”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开了，一个1.8米多、长相温润的男子站在了门口，也不知道是站了多久，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要笑不笑的样子。他穿着一件简约的白色衬衫，搭配着深色的长裤，全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他应该就是舅舅的儿子，我的表哥庄明谦。他轻轻用拳头掩饰了一下嘴角的笑意，轻声道：“刚刚看你在忙，我不好意思发话。我是想问问你，今天晚上你都想吃些什么呢？我们好提前让王妈准备一下。”我脸不红气不喘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，然后不客气地报了一连串的菜名。我要吃红烧肉、清蒸鱼，还有糖醋排骨。哦对，再来个麻辣小龙虾吧。就先这样吧，谢谢了哥哥。庄明谦笑了笑，宠溺地说了一声：“好，那我让王妈去安排一下。”说完，他便转身退了出去。结果我刚松了口气，庄
庄明谦又立马退了回来，他俏皮地朝我眨了眨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。妹妹，你继续忙吧，之后我不会再过来打扰的，有什么需要你都可以找我，我就在楼下。说完，他又退了出去。等确定他真的离开了我的房门后，我才软掉一般瘫倒在了床上，眼睛一闭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。晚饭的时候，我坐到了妈妈身边，除了我和庄明谦外，其他人的眼睛都是红肿的，想必是下午的时候都大哭了一场。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重，但庄明谦却像是个开心果，时不时地说些轻松的话题，试图缓解这压抑的氛围。他细心地照顾着每个人的情绪，尤其是对我和妈妈更是格外关注。外公擦了擦眼角，举起了酒杯，声音还带着些哽咽。明谦说得对，我们大家还是要开心点。现在兰兰也找回来了，我们的家也算是彻底团圆了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手上这杯酒，共同庆祝我们的团圆。他的话音一落，全场的气氛似乎轻松了不少。妈妈也擦干了眼泪，微笑着举杯响应。我们纷纷举杯相碰，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内回荡，仿佛奏响了一曲团圆的乐章。酒杯中的酒液轻轻摇曳，映照着每个人脸上的笑容。现场的气氛逐渐活跃了起来。舅舅看着我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小薇，现在是在一中西区那块读书是吧？”我嘴里嚼着麻辣小龙虾，点头如捣蒜，含糊地应了声：“嗯。”我们学校占地面积较大，分为东西区两块区域，而我所在的就是西区地带。舅舅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似乎对我的学业颇为满意。舅妈则接过话茬，笑着说：“刚好明谦也是在那读，不过他是在东区那块，到时你要是有什么事，可以找一下你哥哥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让他转到西区去读，反正也就捐栋楼的事。”庄明谦闻言，宠溺地笑了笑，小小抱怨道：“妈，你这说的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孩子啊？”舅妈轻轻瞪了庄明谦一眼，嗔怪道：“你这说的，难道她不是你的妹妹吗？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相互照顾是应该的。”舅舅也笑着附和：“是啊，明谦，你以前不是一直盼着有个妹妹吗？现在有了，你又不乐意了。”我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暖暖的。我朝他们微微一笑：“没事的，舅舅舅妈，我都在那读多久了，我能照顾好自己的，不用这么麻烦哥哥。”庄明谦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宠溺和无奈，他轻声说道：“那好，那以后要是有事你就找我，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”课室里，同桌戳了戳我的手臂，身体微微靠了过来，一脸神秘地说道：“嘿，听说了吗？隔壁的隔壁班前2天突然转来了个长得特别清纯的女神，听说之前一直都是在国外居住的，这次回来还是因为找回了亲生父亲。听说他爸还是个百万富豪，这把叠的，连我都要羡慕坏了。”我往旁边撤了一下，朝他挑了挑眉：“羡慕啊，羡慕你就去认识他呗，等关系好了，说不定他也能带你去见见世面啥的。”同桌被我这么一说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他挠了挠头，笑道：“这不是我害羞吗？”突然，他看向门口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：“卧槽！我妈说的没错，白天果然不能说人。”这说曹操道。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正好看到门口处站着一个女生。看清她的面貌后，我心中冷笑一声：没想到，原来秦念念就是所谓的女神，竟然还跟到学校来了，有意思。秦念念被他这么一指，立即注意到了一旁我的存在，笑着朝我走了过来：“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呢。”
秦念念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亲昵，仿佛我们真的是关系融洽的姐妹。秦念念今天穿着一条白裙子，整个人看起来很是温柔。姐姐，你和穆阿姨的小摊怎么不开了？我想去找，你们都找不到，怕不是已经倒闭了？秦念念试探性地问道，语气中似乎带着一丝得意。我没有出声，只是默默冷笑了一声。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冷淡态度，继续说道：对了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。说着，他递过来一张喜帖，上面金色的字迹熠熠生辉，仿佛是为了彰显他们多年国外定居一般，连内容都是全英的。半个月后就是妈妈和爸爸的喜宴，你能来吗？秦念念的眼眸里闪烁着期待，似乎真的希望我能够出席。同桌好奇地看向我俩，大为惊讶道：你们既然是姐妹？我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答。秦念念则笑着点了点头，仿佛我们的关系真的如他所说那般亲密无间。我嗤之以鼻，淡淡的直视他：哦，去参加你妈和我爸的婚礼，这不好吧？秦念念似乎早就预料到了我的回答，她轻轻一笑，嘴角勾起一个微妙的弧度，随后立马擦了擦眼角，一副可怜兮兮的小白花样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和妈妈，可是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呀。更何况，要不是当年你妈拿走了我妈妈写给爸爸的情书，原本是恋人的他们，又怎么会因为误会而分开呢？秦念念的话一出，周围的气氛顿时变得微妙起来。同桌的眼神在我和秦念念之间来回游移，似乎想从我们的表情中读出些什么。其他几个围观的同学也开始窃窃私语，有的露出同情的目光，有的则是好奇的想要探究更多细节。一时间，原本还算安静的课室立马变得嘈杂起来。我冷冷地看着秦念念，心中对她的绿茶行为感到一阵厌恶。我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议论，而是直接对秦念念说道：秦念念，我拒绝你的邀请，我也不想和你在这里扯这些陈年旧事，要是没有别的事，就请你快点滚吧。秦念念似乎被我的话语刺痛了，她脸色一白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她故意提高了声音，带着一丝哭腔说道：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和睦相处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啊。而且我和妈妈都已经不计前嫌地放下过去了，还诚心诚意邀请你们参加这场错过了这么多年的婚礼，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我轻哼一声，脸上写满了鄙夷。果然，绿茶都是量产的。秦慧兰是个绿茶，她生的还是个绿茶。我冷笑一声，看着她，淡淡地问：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比我小3个月吧？秦念念似乎没想到我会突然这么问，微微一愣，随后点了点头。我搓了搓手掌，轻叹一声，开始说起了往事。我是在爸妈领证后的第3个月才怀上的，而你比我小3个月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结婚后，我爸与你妈在一起了，然后怀上了你。按理说，你妈这种情况，我们应该叫。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假装很是苦恼地揉了揉额头。我同桌快言快语，一把接过话茬：我知道，这叫小三。我焕然大悟，点了点头，说：对，小三。秦念念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她似乎没料到我会如此直白地说出这个词，更没料到我会在全班面前让她如此难堪。她的嘴唇颤抖着，想要反驳，却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。我同桌则是一脸得意地看着秦念念，似乎觉得自己说出了什么了不起的真相。周围的同学们也开始窃窃私语，有的露出惊讶的表情，
有的则是开始重新审视秦念念的身份。秦念念深吸了一口气，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。她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：“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真的是误会了，我妈怎么会是小三呢？这之间肯定是存在什么误会。”我讽刺一笑，打断了她的话，对她说：“好了，你也不用解释了，事实就是如此，你解释了也没用。现在我妈他们已经因为这事离婚了，至于你妈和你们后续跟于家想怎样，都与我没关系。”秦念念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我已经不想再听她的辩解了。我直接戴上了耳机，将她的声音隔绝在外。周围的同学们见状，也都识趣的没有再说什么。课室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。秦念念站在那里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最终她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转身离开了课室。学校就是个小社会，一有点什么八卦，立马就传遍了。才2节课的时间，整个学校的西区都知道了秦念念妈妈当小三这事。原本秦念念刚转过来时，因为长相甜美，性格温柔，被大家捧为校园女神。但如今，这些光环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厌恶的私生女标签。虽然也有人觉得她很是无辜，但更多还是随波逐流，给她下了私生女的标签。我虽然和她没有相处很久，但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这次是我侥幸赢了一次，但下一次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。等她找准机会后，肯定会趁机报复回来。果不其然，2星期后回家的路上，我又遇到了秦念念，而这次她找来了新的帮手。巷子里，我被推搡着退到了角落。算了算了，莫哥，说到底，她也是我的姐姐，还是算了吧。秦念念拉着个满身纹身的男人，可怜兮兮说道。莫哥皱了皱眉，一把拉住了秦念念的手，坚决地说：“不行，他这样欺负你，哪能就这样算了？”他瞪着眼，拿起旁边的棒球棒，大步朝我走来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停下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然后冷冷地问：“你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威，那个欺负念念的人？”我假装很是害怕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声音也带着几分颤抖：“你们要干嘛？你们知不知道打人是要犯法的？”莫哥和后面的人冷笑一声，他们哈哈大笑，仿佛听到了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。莫哥盯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屑：“哈哈哈哈，犯法？小姑娘，别傻了，这里可是监控的死角地带。哪怕我就算犯法了，又能怎样？他们能有证据吗？他们管得着吗？”秦念念站在一旁，泪眼汪汪地扯着他的衣角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莫哥，不要这样，我不想姐姐死。”莫哥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，声音放软了几分：“别怕，念念，说到底你就是心肠太软了，不然怎么被人这么欺负？今天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不弄死他了，但我还是要给他一点惩罚。等下场面可能会不怎么好看，我怕吓着你，你就别看了，让大黑先带你出去休息休息吧。”随后，那个叫大黑的男人就走上前来，将秦念念给请了出去。秦念念1步3回头，眼中满是不舍和纠结。即将出巷子口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住脚步，转身朝我露出了一个得意的微笑。他的嘴巴无声地动了动，仿佛在说再见。然后他转身离去，身影渐渐消失在视线中。等他彻底离开之后，莫哥带着他身后的小混混们朝我逼近。他瞪着我，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，嘴角勾起一抹狞笑：“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玩玩吧。”我微微一笑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：“好啊，那就让我们好好玩一玩吧。”约莫半个钟后，
莫哥以及其他的小混混全部被我打趴下了，他们躺在地上哀嚎，动弹不得。我整理了下凌乱的衣裳，抬手看了看表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32分钟，有点退步了呀。”随后，我弯腰捡起被丢到一旁的刀，一步步走向鼻青脸肿的莫哥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我冷冷的一笑，将刀一把插到了他中间，距离他的要害仅差1分。你说，今天我和你们玩得开心吗？我问道。莫哥被吓得差点晕过去，他连忙点头，声音颤抖：“开心，开心。”我拔出刀，冷冷地盯着莫哥，问道：“那下次还一起玩吗？”莫哥和他的手下们拼命摇头，声音颤抖地回答道：“不玩了，绝对不玩了。”我冷哼一声，将刀收回，转身准备离开。这时，庄明谦走了过来，他看着我，温和问道：“解决完了？”我点点头，笑了笑：“解决了。”庄明谦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赏：“做得不错嘛，看来老师对你的赞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”除了庄明谦外，没人知道我其实学过搏击，甚至还学得相当的不错。之前妈妈没离婚的时候，我们隔壁的邻居就是位脾气古怪、已经退休了的搏击教练，也不知道我是哪点入了他的眼，莫名其妙就和他成了师徒，学起了搏击。但我一直没有把这事向家里人提起过，就偷偷摸摸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学习，直到高2后期才因为学业繁忙暂停了下来。近来想到齐念念可能报复后，我立马又找上了教练，结果发现庄明谦竟然也在那，他竟然也是他的教的学员之一。现在我不仅要喊他表哥，还得喊他一声师哥才行了。那天之后，我便一直派人关注着秦念念的一举一动，一有点消息我就立马通知庄明谦。今天这局也在我的计划之中，我提前让他守在了附近，一旦我打不过他，则立马带人跑来接我的手。我微微一笑，甜甜说道：“谢谢哥哥夸奖，接下来的事情就靠你了。”庄明谦点点头，他走到莫哥面前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想死的话，接下来就按我说的做。”原先的巷子处，秦念念的手机屏幕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信息的光芒。他快步走回来，声音带着一丝焦急地呼唤着：“莫哥，莫哥，你们在哪呀？”巷子里寂静无声，只有他自己的回音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。奇怪了，明明说在这的，他低声嘀咕道。巷子很深，他又往里走了几步，突然眼前一黑，一个麻袋将他从头到脚套了起来，同时一根棒子从他后面一击，他还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就被重重地击倒在地。秦念念痛得几乎无法呼吸，他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又被打了一棍，重新趴倒在地。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抗议声：“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嘛？莫哥，莫哥，快救我！”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一阵嘲讽的呸声：“呸！你个贱人，我已经全都知道了。亏我这么多年来对你们娘俩这么好，没想到你既然这么对我。”秦念念心中顿时一沉，彻底给愣住了。莫哥，你都知道了。他的声音颤抖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突然，麻袋被粗鲁地扯开，秦念念被从黑暗中揪了出来，整个人被狠狠地丢在了地上。他抬头望去，只见莫哥冷冷地站在他面前，眼神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冷漠和决绝。秦念念心中的恐慌达到了顶点，她慌乱地爬了过去，抱住了莫哥的腿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莫哥，莫哥，求你别杀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妈妈没注意，自己不小心摔死的。”
不是我故意推的。莫哥，莫哥，求你原谅我吧。他擦着眼泪，哽咽着继续解释：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要捡起那个金戒指。那天我在地上看到了它，刚想去捡，你妈妈突然出现，说是她的。我以为她就是想跟我抢那个戒指，然后我一激动，用力过大了，结果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秦念念的话音刚落，周围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。莫哥的眼神变得更加冷冽，他缓缓地低下头，与秦念念对视。突然，他猛地掐住了秦念念的脖子，红着眼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原来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害死了我妈。他靠近秦念念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我得知我妈去世的时候，我的心有多痛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觉得我妈的死是个意外，她前脚刚走死，你后脚就出现了。我原以为你是妈妈派来安慰我的天使，结果你竟然是害死她的恶魔。秦念念被掐得喘不过气来，她挣扎着想要挣脱莫哥的束缚，但无济于事。她的眼前开始模糊，心跳也变得越来越微弱。就在她即将失去意识的时候，莫哥突然松开了手，秦念念瘫软在地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莫哥蹲下身，冷冷地看着他，声音低沉而冰冷：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吗？我妈的仇，我可不会就此轻易饶过你。之后，我听到秦念念的一声惨叫，那声音凄厉而绝望，让人不寒而栗，如同恐怖片的女主一般。但后面的内容我却没能看到了，因为庄明谦将视频给关了。我有些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：你干嘛把视频关了？我还没看完呢。庄明谦揉了揉我的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宠溺：小姑娘家家，别看这么多暴力的东西。我撇了撇嘴，反驳道：我刚才还打了他们一顿呢。这你怎么不说呀？他摸了摸鼻子，笑了笑：我选择性近视，看不清。他一边说，一边递给了我一杯可乐，冰凉的液体触碰到手心，让我心中的不满瞬间消散了不少。我接过可乐，轻轻抿了一口，清凉的感觉让我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秦念念啊，秦念念，这可不能怪我不给你机会了，实在是怪你们自己太蠢了。早在他给我喜帖的那刻，我就起了疑心，2个多年定居国外的人，怎么会在这么重要的喜帖上拼错单词呢？还一连拼错了2个，而且他们的说话习惯都太正常了，正常到根本不像是在国外生活过的人。事后，我让庄明谦去调查了下，果然，秦慧兰当年压根就没出国，也根本不是什么富家千金。当他知道了于清行家里破产后，立马就抛弃了他，赶紧又找了另一张饭票，就给跑路了。这些在国外定居的日子里，他到处给人当小三，靠着做小三来养活自己，养活秦念念。只不过是越做越差，从一开始的高楼大院，到后来的小别墅，再到后来一个相对较宽的出租房。派人查的时候花了大钱，所以得到的信息格外的详细，甚至还意外找出了在出租屋住的那段时间里，秦念念曾经可能因为一个戒指而失手害死了一位老妇的证据。走之前，庄明谦和那个莫哥谈起了条件，他帮莫哥找出害死他妈的凶手，莫哥帮他得到相应的东西。现在凶手已经帮莫哥找到了，至于东西吗？短信来了，现在也到了。第2天，聊城排名最高的酒楼里热闹非凡，于清行和秦慧兰正举行着盛大的婚礼，宾客们络绎不绝，欢声笑语不断。走进大厅后，便看到他们2人正在人群中穿梭，举杯向宾客们敬酒。二婚弄得和新婚一样，好不热闹。
我勾起嘴角，朝他们走了过去。我朝他们挥了挥手：“好久不见呐，各位。”于清行看到我后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仿佛见到了什么不吉之物。他一把走过来，粗鲁地拽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拉到一旁，低声质问道：“你来这干嘛？”我用力挣脱他的束缚，揉了揉被他弄疼的手腕，冷冷地回应：“你弄疼我了。”于清行似乎没有在意我的不适，他再次质问道：“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来这里是想干什么？想捣乱吗？”这时，秦慧兰走了过来，她看似温柔地拉住了于清行的手臂，轻声细语地说：“于哥，你别生气，他是我请过来的。”秦慧兰转向我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：“怎么说？你们曾经也做过父女，我想作为一个女儿，应该也会想见到自己父亲幸福的时刻吧，所以我这才特地将他请了过来。而且今天毕竟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多个人祝福也是好事嘛。”于清行被他说的心都有些软了，他叹了口气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哎，你呀。”他转过头来，目光复杂地看着我，最终说道：“看在慧兰的面子上，我今天就不把你丢出去了，你自己给我乖乖的，别给我惹是生非，否则就别怪我不惦记我们曾经有过的父女情分了。”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涌起一股冷笑。父女情分？他何时真正将我当做过女儿？我微微一笑，表面上却装出乖巧的模样，轻声说道：“好的，于先生，我会记住您的话，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”我举起手中的酒杯，朝他们敬了一敬：“祝你们新婚愉快。”于清行似乎对我的回答感到有些意外，他皱了皱眉，但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便走开了。秦慧兰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和嘲讽，她似乎认为我已经被他们制服，不敢再有所动作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我内心的计划正在悄然展开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有些事情不是他们能够轻易掌控的。今天的婚礼或许会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噩梦。于清行朝四处望了望，眉头微皱，有些疑惑地问道：“念念怎么还没来？”秦慧兰轻轻一笑，说道：“刚刚收到她的消息，说是今天很不舒服，去了医院看病打吊针，估计是来不了了。”于清行闻言，转头朝我望了一眼，目光中闪过一丝不屑。他低声吐槽一句：“真是和他妈一样的扫把星，就会带来霉运。”他的声音虽然放低了，但依然足以让我听得一清二楚。秦慧兰听到了他的吐槽，忍不住笑了一下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，小声点：“万一被他听到怎么办？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和挑衅，仿佛在故意激怒我。我端起一杯可乐，轻轻摇晃着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：“你就尽管笑吧，待会儿你就算是想笑，那也笑不出了。”司仪清了清嗓子：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新郎新娘的幸福时光，请看 VCR。” 于清行和秦慧兰手挽着手，微笑着面向各位宾客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仿佛这一刻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然而，当视频一经放出后，原本热闹喜庆的现场突然变得鸦雀无声，在场观众都发出了惊讶的声音。视频里并不是一开始准备好的温馨视频，反而是秦慧兰与他人的视频。画面中，秦慧兰与一名带着纹身、脸上打着马赛克的男子正在交流。秦慧兰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，仿佛所有的血液都在这一刻被抽离。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猛地一下就给挣扎着站起身来，慌乱地向于清行解释道：“于哥，你听我解释。”秦慧兰慌乱地站起身，
双手颤抖着伸向视频播放器，试图关掉那个正在播放的视频。但无论他怎么按动按钮，视频却好像出了故障一般，始终无法停止。这时，视频中的男子开始发话，他的声音清晰而刺耳，穿透了整个会场。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于清行？你真的爱上他了？这时，视频中的男子开始发话了，他一把伸手捏住了秦慧兰的下巴，语气中带着挑衅和讥讽。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于清行？你真的爱上他了？视频中的秦慧兰露出了一副娇羞的模样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，伸手轻轻地抓住了他捏在他下巴的那只手，嗔怪道：莫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爱上他？要不是听说他最近中彩票发财了，我是连看都不会看一下。他微微轻身，笑着说：他呀，就是个大傻子罢了。等我将他的钱全部骗走后，我们娘俩就和你一起远走高飞，继续过我们的快活日子去。你说好不好？此话一出，全场瞬间呆若木鸡，一声尖锐的尖叫声划破了这凝固的空气。那是秦慧兰的叫声，她惊恐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但声音还是从指缝间泄露出来。秦慧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她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看着视频中的自己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话来。我玩味地看着这场闹剧，心满意足地喝了口手中的可乐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原本只是想让莫哥诱导出秦慧兰嫁给于清行的真相，竟然是以这种辣眼睛的方式。于清行捂着胸口，整个人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他苍白着脸，颤抖着手指指着秦慧兰，结结巴巴地说：你这些天，由于秦慧兰和秦念念的巧妙忽悠，于清行已经将那100万奖金几乎花了个七七八八了，以至于剩下的钱加起来都不过20-30万。他以为自己是在为爱豪掷千金，结果到头来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他不仅失去了感情，更失去了所有的财富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愤怒和失望。秦慧兰见状，心中一阵慌乱，她赶紧跪了下来，摇头否认：于哥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诬陷，这绝对是诬陷。我怎么可能说出那种话呢？我会回来，只是想你了，我太爱你了，我真的太爱你了。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然而，于清行并没有理会他的辩解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。他一步步逼近秦慧兰，仿佛要将她撕碎一般。就在这时，秦慧兰突然看到了台下正在笑的我。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怨毒和愤怒，他指着我大声喊道：是他，绝对是他，是他陷害我，肯定是他故意找人合成的。秦慧兰冲了下来就想打我，但我早有准备，反手一巴掌就给他扇了回去。啪！一声清脆的耳光声在会场内回荡，秦慧兰被我打得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于清行到底也是个爱面子的人，看到自己的女人被打了，还是被自己讨厌的女儿打了，他赶紧冲了下来就想帮手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动手，立马就被到来的舅舅给一脚踹飞到了旁边去。我看谁敢欺负我的外甥女！舅舅暴怒的声音在会场内响起，他瞪着眼睛，怒气冲冲地看着于清行和秦慧兰。同一时间，妈妈从舅舅后面蹬着高跟鞋走了过来，她仔仔细细将我全身上下检查了一遍后，才关心问道：没事吧？我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事。妈妈的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和冷意，显然她也对秦慧兰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。
而大堂经理在看到舅舅的那一刻，就赶紧跑了过来接待。董事长您来了。他点头哈腰，一副恭敬的模样。于清行震惊地看着我们，他的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他指着我和妈妈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外甥女，董事长。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疑惑和惊恐。我蹲下去，笑眯眯地看着他。没想到吧，你嘴中的扫把星，竟然是聊城首富遗落在外的千金。妈妈前脚刚跟你离婚，后脚妈妈就找回亲生父母了。你说，到底谁才是扫把星啊？于清行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整个人呆在了原地。随后，他的脸色又由惨白转为铁青，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跪倒在地，双手紧紧抓着我妈的衣角，声泪俱下：“木兰，木兰，你听我解释，一切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呀！”他的鼻涕眼泪混在一起，显得异常恶心。但我妈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丝毫的动容。一切都是秦慧兰那个贱人搞的鬼，是她花言巧语地骗我，说那封信是你藏起来的，我才会一时糊涂把你赶出家门的呀。木兰，木兰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我们一起过了这么多年，还生了微微这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你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你的呀？我妈听着于清行的辩解，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和愤怒，她猛地一脚踹去，将于清行踹倒在地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谁呀？别来挨鞭！”于清行被踹得一个踉跄，但他仍然不死心，挣扎着爬了回去，紧紧抓住我妈的衣角，哭喊道：“木兰，我是清行啊，你的老公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”我妈冷笑一声，用力将他一把甩开，怒道：“我老公，我老公他早死了。”我妈低下头，用冷漠而疏离的目光俯视着跪在地上的于清行。怎么？难道你也想死吗？他的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走出了好几个凶神恶煞的保镖，他们身穿黑色西装，戴着墨镜，面无表情地站在于清行的周围，散发出一股强大的压迫感。于清行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瘫坐在地上。木兰，他喃喃自语，眼中满是绝望和不甘。舅舅走过来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于清行，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以前的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但要是以后让我知道你们一家还来骚扰我妹妹和外甥女，我让你在这座城里吃不着兜着走。”舅舅瞪了于清行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走。”在回家的路上，妈妈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心疼和愤怒。舅舅则在一旁安慰着我们，表示会给我们撑腰，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我们。经过这段时间的事件后，妈妈彻底放下了对于清行的感情，她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决心要为自己和我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至于于清行等人嘛，他们的日子可就有趣的多得多了。因为婚礼现场这么一闹，他们的名声彻底毁了，两人的关系也崩掉了。怎么说，两人也是领过证的，属于是法律上的夫妻。但结婚容易，离婚难啊！秦慧兰好不容易找到一张长期饭票，怎么可能就此轻易放手呢？于是两人便因为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而天天吵架，甚至动手互殴，每天过的都是鸡飞狗跳的日子。至于秦念念，她被莫哥折磨了一天后，就被丢回了于家门前。回来之后脸毁了，一根手指没了，全身上下到处是疤痕，整个人的状态都疯疯癫癫的。回家后，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门里，闭门不出。秦慧兰两人忙着吵架互殴，压根没时间去管他，也懒得管他。于是在一天夜里，
疯了的秦念念在水里下了安眠药，并且点燃了客厅，焰火点燃了黑暗，吞噬了余家，并送走了他们三。这可真是一把好火呀！卧室里，庄明谦歪着头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几分探究和期待。知道这消息，难道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转头透过窗户看向院子里正在和舅舅认真学习的妈妈。此刻的她身姿挺拔，气质优雅，整个人由里到外都透露着一股满满的自信。我收回目光，抬头对庄明谦莞尔一笑。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